原本你摆的时候是由下往上摆，想到什么就摆上去。对啊，结果你摆完之后呢，我跟你说，不好意思，这个我自己调整就好。那调整的逻辑是什么？Hello，大家好，我是93先生，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嗨，我是晶晶，大家晚安。晚安。时隔了有半年了吧，终于呢可以来介绍我们家新居落成之后的样子了。好，那主要呢，我们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我们从半年前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因为安全的因素，我们做了哪些变动，以及呢，我们在这个家里面做了哪些措施。大家可以看到的第一个最大的不同，我们终于有门了，对，我们的门终于装上去了。我们在使用这个冰箱的箱子站待我们的门，大概有3个月左右吧，总算过了一段就是不需要吹风，然后呢楼上有人经过都会看到的情形。那时候还要度过寒流，真的不晓得我们那时候是怎么过来的耶。对啊，差不多就2月的时候还有很多寒流，房子里面好冷。我们当时讲到门最大的问题是说，我们上面的这个通风窗，请泥做的师傅用水泥把它通通补起来了。现在呢，从屋子里面看出去是没有任何的缝隙，万一别人家有发生火灾的情况，它其实不会影响到我们家里来。其实新来到这个地方之后呢，也在努力的去了解这周边的环境，所以之前像跟大家提过的，我们的灾害潜势以及了解周边有哪一些避难资源，例如说最近的防空避难所、最近的避难收容所，那我们也熟悉了环境之后呢，预定了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户外集合地点。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会跟左邻右舍邻居稍微认识一下啦。在城市里面敦亲睦邻不太容易但是我们只是做一个很基础很基本的，就是大概知道我们这一栋的邻居有哪些可能是需要我们协助的弱势。例如说他可能今天是行动不太方便，或者是有老人家有婴幼儿的，那真的在遇到需要疏散的紧急状况时，说不定我们可以帮助他们。那当然未来有机会的话，会希望更进一步了解说他们有哪些资源是可以协助我们的。我们可以做成是一个这整栋建筑物住户的互助联络，当然这个要慢慢来，我们才刚搬来没多久就跑去问人家说你做什么职业的你什么专长还挺奇怪的啦。这个呢本来就是需要一些时间，就有点像是我们最近搬来这边之后，有些店家老板好像已经认得我们了，开始有一种慢慢的扎根在这个社区的感觉。讲到这个扎根社区，我也去了解了一下里长办公室在什么地方，我也把里长的这个联络电话存在手机里面，他不见得可能会给你在紧急状况下或者是某些特殊情形一定发挥什么作用，可能在比较平时的状况之下，你可以得到一些资讯资源可以利用。那接下来呢，介绍一下我们的配电盘，因为线路都更换过了，我们并没有再做第2次的抽换，那只是呢花了时间把所有的开关到底是管哪些线路做了一些测试，把标记贴在上面。那这是因为我们家只要出远门或者是会在外面过夜的时候都会把家里的一些总电源关掉，但是有些是不能关的像冰箱这个部分那就不能够关闭。了解这些位置之后呢，我们也会比较知道哪些区域它是同一个线路，哪些区域它是分属不同线路，我们在用电的设备规划上面呢才会比较有个依据。之前有跟大家讲过，我们家里的灭火器有2支一支是水灭火器，一支是住宅用灭火器。那水灭火器呢，我们就是会放在家门口，只要是厨房油锅以外的火警，我们通通都是使用这支灭火器来处理它。等一下在介绍厨房的时候，大家就会看到，就是我们的住宅用灭火器，我们会放在我们厨房用火的位置附近。好的，这个角度一转我们现在还是在客厅里面，我要来介绍呢这个我最得意的收藏就在这边。当然不是要来介绍这个我的桌游啦，但其实呢也让大家知道一下，这是一个系统柜，所以我们本来就不担心它会掉落。我们做的一些调整是，我们在比较高处的这几个层板底下呢加铺了止滑垫，这些东西比较高的位置放在上面的时候呢，它其实就不太容易会因为滑动而掉落下来。那比较低的层板就看个人觉得了，因为我们觉得它掉下来其实杀伤力也不大，甚至它的位置也已经低于一个人的高度，所以呢下方的这几个层板我们就没有特别再去放止滑垫，只有差不多在人的头颈高度这个位置以上的我们才会放。是哪种止滑垫？这个止滑垫呢，其实你在很多的家具卖场都买得到，也很便宜，而且你可以自己裁剪成你要的形状。我们有一些厨房的家电也是会使用止滑垫。那除了我这些收藏之外，担心它会掉下来造成我们的危险，我也是舍不得这些收藏掉到地上，要好好的做好保护。这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防灾区域，
除了我们的紧急避难包之外，还有呢折叠头盔、简易帐篷、充气睡垫，像这个瑜伽垫哈，这个不是我们在避难时候要去带的哦。对了，我们这个柜子其实也是在客厅一进来的位置，所以它这里呢虽然不是像我们之前一样放在我们的大门口旁边，但是这里呢是我们避难的必经之路。就是不管我们在家里的哪一个位置发现到我们现在需要避难，我们都一定会经过这个地方。这是类似的概念。之前也有人问到说，我家门口附近没那么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摆避难包，又摆灭火器，还有你自己外出需要的东西也要摆在那边，空间有限。基本的逻辑是你摆在你避难的必经之路上，这是可以做一些调整。首先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冰箱用了支撑架做固定。之前我们也有一些短影片教大家这个支撑架要怎么组装，应该要安装在哪里才是正确的。大家可以看到它上面现在有3支支撑架。这个呢，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自己想的。实际上我并没有看到一个比较明确的文献或者是资料建议大家这么装。好，那这个只是我自己发想的，好，给大家参考看看。原因是这样子的，你安装的位置必须是要靠近墙壁那一侧。我们假想它会往我现在的方向倒塌过来，这时候我的支撑架要装在后方靠近墙壁的地方。装在前面这两边的话，它其实是没有支撑效果的。因为各位想想看，如果我这个冰箱往我这个方向倾倒过来的时候，是后端这个位置会往上凸，用支撑架让它没有往上垫高的机会，它就不会倾倒了。我今天想说这个冰箱它有可能会往我这个方向倾倒，也有可能会往我这个方向倾倒。它靠墙侧就变成是那边跟这边。我觉得我只有装这一支跟那一支的话，我防止的是它往这个方向倾倒，但是没办法防止它往这个方向倾倒，因此我又多加装了一支在那边，让这个冰箱确保它不会再往这个方向或是往这个方向倾倒。实际上是不是可以这么安装，我真的还是不是很确定，因为我看过的都是讲说用2支支撑架，然后支撑一个方向而已。这个我觉得可以大家讨论看看。去年的403地震，我们的冰箱也是这样子固定。403的时候我们还没搬到这边来，但是当时的冰箱我也是用这一套逻辑固定了3支支撑架。目前来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有一些亲朋好友现在来我们家里呢，最好奇的通常就是这个东西。这3支是什么？甚至是有一些来我们这边施工的师傅也是一样看到这个就说这是干嘛的？我们都要跟他解释，这是我怕冰箱倒。然后大家最多的疑问是说，冰箱会倒吗？会。你自己上网去搜寻403地震或是其他各个大小地震的一些影片，就会发现到，其实很多人他家里真的在遇到地震时，冰箱是到处跑的。那你想想看，冰箱这么重，它都能够移动了，那更何况其他的家具？而冰箱这么重的东西，它如果移动了，你人在旁边，那你的危险一定是非常大。所以呢，我们还是一样坚持在冰箱这边做了这个固定。对于厨房的防震措施，这个是比较会让人苦恼的。因为厨房有很多东西是不固定式的家电你不太可能说我用粘胶粘在那边，然后一辈子都不动它，其实会给你造成麻烦。上面的东西零零散散的又很多，所以这个部分要怎么办？那我们用的其实就是使用止滑垫。那这个就是在前面我们柜子上面铺的那个是相同的止滑垫。我们发现这个止滑垫铺上去之后，的确它会比较难以被横向移动。那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我们能够做得到的程度之下最好的防护了。如果各位有想到其他更好的建议，兼具安全不麻烦方便的特性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还有这个我们橱柜的安全锁，它名字虽然叫锁，但它其实不是防盗啦，它就只是避免这个橱柜会弹开来。因为呢我们这个橱柜打开来里面其实都是一些杯子碗盘，如果真的掉出来的话都会造成危险。就算没造成危险，你后续清理也很麻烦嘛。所以呢我们就是用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都用这些固定锁把它锁起来。这种固定锁呢其实有透明的也有带颜色的。如果你家里人不熟悉这件事情，可能装透明的他一开始没发现到，他可能就会直接把它用力扯开，就会扯坏掉。比较怕的事情是你扯裂了但是没发现，那真的在发生地震时它才断掉，那就会给你造成危险。我们当时也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意料之外的事情我们这个柜子是双开门的，所以这边安装了一个锁，这边是单开门的，所以我们这边也安装了一个锁，看起来没问题，对不对？你看我这边一打开来，这个柜子就可以打开了，看起来没毛病。没事我就把这边打开这边打开的时候，糟了，打不开了，这边被锁住了。所以我们发现到呢，这个柜子要开的时候，我们必须开2边的锁，这边才能够打开。因为我们买的是这种硬式的，只好就养成习惯咯。软式的安全锁是什么样子呢？有的时候柜子的门跟墙面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那像刚才那种硬式的锁，它就安装不上去。好，那这种软式的是什么样子呢？我把这个卡榫打开之后，这个就解开来了，然后你就可以把它轻松的打开。那一样关回去。
把这个放好位置盖起来，这个锁就锁好了。中间的这个横条是软式的，可以任意调整它的形状，就比较没有问题。比较好玩的事情是，你要从另外一边开也可以。这个锁其实它都是用3M的粘胶粘在上面，有一个基础的固定程度，做到很不错的保护了。那除了刚才看到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固定之外呢，还有另外做一个很重要的固定，就是我们的瓦斯桶。这个瓦斯桶上面的铁链其实是我后来装的，旁边的那些钩子都是我们自己钻孔安装上去的。那这也是因为我们家不是用天然瓦斯，万一真的发生地震了，或是某些意外，钢瓶瓦斯如果倾倒了，那确实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危险。我就是要想办法让它不会倾倒。我这边做的方式就是像这样子，用2条铁链把它固定起来。其实我要把它解开也非常方便，因为它就只是挂钩着而已。假设要换瓦斯的话，也一点都不困难。我只要把这个铁链从钩锁上面解开，我就可以轻松换瓦斯了。可以达到安全，但是更换也很容易。国外他们对于实验室的高压钢瓶固定是有一套建议的。首先，它的第一点，他会希望说你固定的这个设备材质是不可燃物，不要用塑胶板或是木材、木架去做固定。他会建议你呢是用金属或者是不可燃物去做固定。那第二个事情，我的钢瓶的全部高度从上面往下算1/3，以及从下面往上算1/3，这2个地方做一个固定，这样子它是比较不容易倾倒的。意思就是至少要2条固定锁如果你只有1条，可能还是会有倾倒的风险。其实厨房，我相信大家还会有另外一个担忧，就是火灾风险。除了你必须要注意自己的用火习惯之外，尽可能在有使用瓦斯炉火的时候呢，就要有人在旁边看守。那除此之外，厨房比较容易会出现一些会发热的电器，我们之前也有讲过，我们要把所有的插座通通换成3孔的。那我们现在也都做了全数的更换，家电设备只要是在没有使用的状态之下，我们都一定是把插头给移除，确保说它不会有发生火灾的机会。这是我们在厨房这边做的安全防护。刚才提到了，我们厨房放了一支住宅用的灭火器，它就在我们瓦斯炉火的旁边。如果我在这边煮饭煮一煮，发现到怎么烧起来了，赶快转身抄起我的灭火器，把这个灾害抑制在它的初期。如果你家里有人的话，第一件事情记得，如果发现这个火烧起来了，一定赶快先大喊，发生火灾了，因为你要让其他人知道。因为虽然你有武器在手，你也不能够保证你一定能够扑灭的它。万一你失败了，万一你失控了，那这个时候你才想到要去叫其他的家人，恐怕会来不及。而且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因为他失控了，所以你被吓到了，所以你更加惊慌，你更加忘了要叫家人这件事情。无论是大火小火，无论是任何可燃物的火灾状况，发现火灾一定是先大喊失火了，叫你的家人一起做应变，这样才是最好的策略。虽然我们尽可能去避免我们发生火灾，但是呢，预防不可能100%，所以我们还是要思考万一发生火灾的情形。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会有准备灭火器。以及呢，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你在居家最先要考虑的设备其实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因为没有警报器，你就没有开始，没有开始，你后面准备了很多灭火器、很多应变工具，那通通都没有用。你必须要先发现到火灾，你才会有后面的应变。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讲，我们这边总共装了5颗助警器。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厨房安装的助警器。助警器买起来真的也是不便宜。如果你是有心，但是还在存钱的阶段，我都建议助警器是比灭火器还要优先购买的项目。没有买灭火器真的没有关系，但是助警器一定要装。助警器你家里可能不会只需要1颗，除非你住套房，否则你只买1颗是不对的。当然，你因为这样子数量叠加上去之后，可能总金额会比灭火器高。真的要排个优先顺序的话，绝对是助警器优先。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浴室，那我们的燃气热水器其实是在有放瓦斯桶的那个阳台空间。衡量跟判断之后，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这边真的有产生一氧化碳的话，最有可能蔓延进室内的路径，应该会是从浴室这个位置。然后飘进室内来，所以呢，将我们的一氧化碳侦测器放在这个位置，那同时它也靠近我们的卧室，所以它发出声音，我们在卧室是会有机会听到的。听一下它的这个警报，我们做一下测试，跟助警器一样，它只有1颗按键，你长按。这个声音是指它浓度变高的声音吗？是的，当然会一直持续。
它上面呢其实有不同的灯号，我之前有跟你讲过了，亮其他灯号你都不用管，没关系。但是如果亮红灯以及亮黄灯，那你就要赶快离开这里。红灯是代表说它现在的浓度已经到了有危险的情况，黄灯是表示说，我有预警，已经感受到有一氧化碳了，还没到危险程度。这个不会是一个统一的标准。东西买回来也记得说明书要仔细看一下啊，否则你不晓得它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到时候真的发生事情，你也搞不懂应该怎么做。这个是我们的仓库，未来可能这里会越摆越多。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里有一个柜子，一样有做固定，柜子上面的物品摆放啊。我也是做了一些调整跟考量。原本你摆的时候只是由下往上摆，想到什么就摆上去。对啊，结果你摆完之后呢，我跟你说，不好意思，这边的东西摆放位置我要调整一下，不麻烦你哈，我知道你刚刚摆得很辛苦，这个我自己调整就好。那调整的逻辑是什么？其实简单讲就是轻的在上面，重的在下面。我把一些比较重的掉下来会碎裂或者是有尖锐的东西，我都尽量把它放在比较下方的位置，至少不要到胸部以上的高度。这只是一个参考啊，没有说你一定要多低以下才叫安全，没有。像我们的这个灯泡，还有一些很重的油漆、工具箱、铁锤这类的东西，我都尽量把它摆在低处。发生地震时，它们如果晃动滑下来，伤害会是最小的。这边你去铺止滑垫，这也是一个方法。那上半部这些东西呢，就是一些比较轻的，掉下来呢，你砸到好像也不会有什么事情的，也是提供大家一个参考。柜子的层架非常的多，那你要每一层都去弄一张止滑垫，很麻烦。像这种无法固定的情况，你也可以考量用这种设计的逻辑。我有个问题，旁边是有床垫垫着，它这边都没有东西，为什么这边的前面没有摆家具固定？为什么跟刚才那个冰箱不一样，对不对？对啊，因为这个长宽比不一样。这个柜子它是这个角度比较长，而这边呢是很短的。正常情况之下，东西会往长边的那个方向倾倒，所以它会往这边倒，不太可能会往这边翻过来。我这是查国外某一个大学，它对于实验室要做固定的物品的高度建议。这个不是一个很正式、很官方的资料，但是这是目前我查过有明确数据的，可以给大家参考。如果这个物品的高度高过120公分，就要先列入考虑。它的短边如果只有高度的1/4，举例来说，这个高度是120公分，如果短边只有高度的1/4，以刚才的为例的话，就是只有30公分，那就代表这个东西太薄了，有可能会倒。这两个条件综合在一起，才会认为这个东西是属于会倒的。否则，如果这个东西它非常的宽大，它的下盘很重，那其实你不用担心它会倒下来。因为冰箱它是接近四方形，所以它的确两个方向都可能会倒。而这个柜子它的长边因为够长，所以它反而不会往这个方向倾倒。那这间呢，也是我们家里最安全的一个房间。这边有一张沙发床，除了有朋友来的时候暂住这边，还有一个考量就是，万一我们真的有人受伤生病的时候呢，就在这边养伤。这里就是他的暂时生活空间。那除此之外呢，这边其实放了一个盐灯，家里有摆盐灯的人应该都晓得。这个盐灯的插头是不能拔掉的。我们环岛2个礼拜，它都没有插插头，回来整颗都有点湿湿的。所以呢，像这个东西，我们插头就不会拔掉。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自己家里头一定会有一些少部分的电器，是插头不方便拔掉，或者是不能拔的。我说的不方便拔，例如那个电视机的电视柜插座在很后面的地方，你很难拔，那你要一直拔一直插，其实也不方便。像冰箱这个插头也不能拔的，那变成是你要改成定期检查，你才有机会发现到说，这些插头没有拔的电器，它是不是插座快要坏掉了？是不是插座已经出现某些异常状态了？它可能会发生火灾。你要去盘点你们家里不能够拔插头的家电有哪些，记录起来，每年至少要检查一次。我们家现在有几个插头是需要检查的。客厅走进来的话呢，电动沙发、台灯、冰箱、洗碗机、厨余机、饮水机、抽油烟机、热水器、加压马达、智慧马桶，以及这里的盐灯，一共11个。你都背起来了因为呢，我很认真、很仔细的盘点过。好，那我也跟各位建议一下，你真的要盘点做记录的原因是，你可能很熟悉这个你的家里，但是因为你太习惯了，有些地方它就是会动。电哪里来的？你也没思考过，你会漏。仔细的记录，你才会弄清楚我要检查什么。否则，我们常常讲，
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电器要检查，你都搞不清楚你要检查什么东西，你可能就会遗漏。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还有什么电器是比较容易会被人忽略的，是的，而我们没讲到的。我个人觉得啦，抽油烟机是真的一个很容易被遗忘。家里的所有的角落，我们都尽可能做了一些防震的固定跟一些措施。大家可能会第一个困扰，人家都讲说窗户发生地震时可能会爆裂啊，那窗户怎么固定？这个真的没办法固定。当然，你有那种窗户可能是有防爆贴膜的，那就算蛮安全的。我有没有办法再去加装它呢？其实这都有点难度。我要提供大家另外一个方法，你可能无法阻止玻璃破掉，但是你能够减轻它的伤害。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加装窗帘。我们的卧房床铺其实是紧靠着窗户的，万一半夜发生地震这个玻璃可能真的会造成我们的伤害。我们的做法就是晚上只要睡觉，一定把窗帘拉起来，而且那个窗帘呢，不会盖在你的床头上面。万一玻璃破掉了会被窗帘挡住。它会掉到这个窗帘跟窗户之间的缝隙里，不会飞到床铺上。能够做到这样子就已经是一个很基础的保护了。那为什么我们书房没有呢？买了还没装因为我们懒，有时候真的很累，知道吗？再者一点啦，我们这个窗户其实距离我们的书桌是有一段小小的距离。不像我们刚才讲的卧室，是整个床头直接靠在窗户旁边，这几张桌子都是我们很好的躲避空间。所以这边的窗帘呢，我一直还没有很积极的去装它。讲到说，在这个桌子底下做躲避呢，就要给各位来看一个示范了。这个是我平常这个工作的位置我就坐在这个地方写我的教材，写我的计划这样子。各位可能有发现到一个状况，我这个后退的空间有点小，我如果要这样子起身，或者是要钻到桌子底下，这个活动空间有限我当时把这个桌子安排好之后呢，我还很积极的练习，我到底要怎么钻到桌子底下。我这边想出来的方法，首先第一个，我一定要先往旁边转侧身，这样子一来，我的椅子就有很多的退出空间了。接着呢，往后倒退，然后人就可以很顺利的钻进我的桌子底下。像这样子呢，我都不用担心无法顺利的钻到桌子底下。那我这个部分因为有放一些工作台，无法往这边后退。最后的折中想法就是我要往我的右边后退，然后钻到底下去。这是要练习。是的，你的实际的环境状况是什么样子，方法到底该怎么做，一定不会跟我们这边一样。这个只是给大家参考，大家去思考一下，你在家里最常出现的角落在哪里？像我们在家最常出现的可能就在这边办公，还有呢在我们的餐桌那边吃饭，或者是在客厅那边闲聊，或者是在卧室睡觉。那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去想一下，我常出现在这里，那这边发生地震，我应该要怎么躲？那像我们的仓库不会很常去，也就不会特地去思考这些问题。重点可能请大家先思考你最常出现的位置，这些地方该怎么躲。这是我们新家落成的介绍，我们的着重点呢放在我们做了哪些安全的措施跟保护。大家自己家里都会有某一些特殊的情况，有些部分可以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你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让你自己的家里更多一分安全，保护你的家人，保护你自己。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说你家里有遇到一些其他不一样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这边留言讨论，我们一起想想看，怎么样子帮你家打造成一个安全的环境。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下次再见，拜拜。